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泥和汉堡，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飞车又来》第2季第12集。这一集主要讲弗赖邂逅美人鱼的故事。赫米斯为尼卜勒申请的宠物许可证终于批下来了。本来他一点也不想管这些破事儿，但无奈自己太喜欢填表格，兴致勃勃打开密封袋，结果里面竟然是一张强制性捕鱼许可证。秉着不浪费的原则，大伙来到大西洋正中心，也就是公海上。班德用暗号呼叫同伴，与之交换秘密物品，其他人则开始准备钓鱼用具。班德却还嫌不够刺激，让每人下5块钱的赌注，比谁钓的鱼更大。你们都认输吧！弗赖两手一伸，我曾经钓过这么大的鱼，那有那么大吗？这么大。利拉更厉害，还有专属鱼叉。赫米斯则决定用最普通的钓鱼方式，不过该选择哪种诱饵呢？约翰说他知道，沙丁鱼平淡无味，夜行虫非常美味。既然如此美味，就让我帮你解决掉吧。两人嬉戏打闹。一旁的班德向弗赖炫耀自己的激光制导鱼竿，弗赖却叫他小声一点，别把鱼儿吓跑。祝你在这边钓鱼好运！幼稚鬼，我可是能在20码外击中鱼的眉心。班德不甘示弱，表示自己还能击中虾的眉心。另一边的莉拉已经扔下鱼叉，眼看胜利在望，她兴奋地叫大家过来。可现实很残酷，艾米忍不住嘲讽：“这是你买靴子的地方吗？”班德也讥笑弗赖：“再多钓点这种鱼，您就能给自己做个鱼串了，那也比你钓的大很多。”莉拉还在努力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这次她钓上来10双靴子。教授于心不忍，拿出秘密武器——鱼类信息素，这是对鱼最有效的刺激性药物，只要你往鱼钩上那么一喷，鱼儿就会主动上钩，连龙虾也抵挡不了。弗赖好不容易钓一条大鱼，他冲班德显摆，班德深受打击。他扔掉鱼竿，用艾米的太阳伞做了个超大鱼钩，然后再用飞船的钻石细线缆绳把它穿起来。教授提醒他，这绳牢不可断，这正合班德意。他果断将鱼钩扔进大海，静等鱼儿上钩。一天很快过去，大家都在闭目养神，只有莉拉坚持不懈。但事实证明，他真的没有钓鱼天赋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至少大家能早点回家。突然，艾米一阵惊呼，原来他被晒成了非洲人。班德一脸无辜，这可怨不得他。在拿走太阳伞之前，他还给他抹了防晒霜。这时莉拉提醒班德收线，线却被卡住，因为真的有鱼上钩，还是一条大嘴鲈鱼。随着他潜入海底，飞船也被拖下海。钻石缆绳果然牢不可摧，连约翰都拿他没有办法。气压不断上升，不一会儿，教授的眼镜破裂，班德也深受其害。如果不平衡压力，他们都会被压扁。海水源源不断的涌进来，弗赖承受不住压力，去厕所解决个人问题，却也因此解救众人。最后，大鱼成功逃跑，而他们留在了海底。更可怜的是，这里没有食物，飞船也无法运作。因此，为了解决首要问题，莉拉命令可以在水下存活的班德和约翰出去寻找食物。弗赖也想出去，于是教授就让他试了试抗压力丸。可抗压力丸虽然能让弗赖在水中自由行走，却不能让他好好说话。在海洋的馈赠下，三人很快找到食物，约翰也成了有防一族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发现了一艘破船，可惜里面并没有什么好东西。不过弗赖却有意外收获，他邂逅了美人鱼。回到飞船，他激动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大伙，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他，都以为他得了海洋错乱症。弗赖愤然离去。晚上，美人鱼又来找他，他想叫醒班德，班德依旧不理他。弗赖只好带着氧气独自复原，结果刚出来，氧气就飘走。幸好美人鱼给了他呼吸器，两人在海洋里畅谈天地。美人鱼也被弗赖深深吸引，弗赖也很享受别人崇拜自己的感觉。一场人鱼恋就这样开始了。教授已经改装完飞船的推进系统，只要纸质结叶草一干，他们就能离开。这时大家才发现弗赖不见了，莉拉断定是海洋错乱症惹的祸。教授组织搜寻小队，班德提供氧气，约翰为大家引路。在他的指引下，大伙发现一座古老的海底城市，即传说中在大西洋遗失的城市亚特兰大。进入城市内部，商会上校为他们提供呼吸器，并表示旅游业是这里的主要收入。换句话来说，就是希望他们来看看风景，花点钱。弗赖和美人鱼从商店里出来，而美人鱼就是上校的女儿。在父女俩的带领下，众人开始参观城市。美人鱼说，亚特兰大不仅是三角洲中心，它还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，就像巴黎或者纽约。这里有特纳球场、可口可乐罐装厂和机场。其实亚特兰大曾经也是个陆地城市，它离现在的大西洋也还有几百里，但由于城市对于发展旅游业相当渴望，所以他们便把亚特兰大移到了海里。
地，变成了岛屿，也成了更大的三角洲中心。后来城市发展过度，开始下沉，于是名人纷纷逃跑，其他人选择留下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们进化成了鱼人。至于为什么会发展的如此之快，则是因为咖啡因。参观完毕，尽管这里看起来不错，但大家还是更想念家人和空气。众人准备离开，弗赖却要留下。无论小伙伴们怎么劝他，他都无动于衷，把重色轻友发挥得淋漓尽致。约翰本来也想要留下，但豪宅却被班德毁掉，他只好随众人回去。弗赖如愿和美人鱼女友逍遥快活，他以为自己会一辈子留在这里，但人妖殊途，最终还是仓皇逃跑。而飞船已经起航，情急之下，弗赖只好抓住鱼钩。回到岸上，为了表彰班德的破纪录垂钓，市长授予他$1000支票。大鱼也吐出了弗赖，班德十分高兴，但没了弗赖的重量，称重器显示他没有打破纪录。市长拿走支票，班德因爱生恨，弗赖大声呼救，吵得约翰睡觉都睡不成。城市发展的确很重要，俗话说落后即挨打。想要有好的生活条件，就必须发展经济，必须与时俱进。但这样做的同时，也会因此失去一些东西。这也是一个城市甚至国家变得强大的必经之路。可欲望永远无法填满，一旦尝到甜头，便只会想要的更多。那时的利益已经高于一切。亚特兰大只是一个缩影，地球也可能成为另一个亚特兰大。不过可笑的是，即使因旅游业沉入海底，进化后的人们依然在发展旅游业。这是不是说明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？当一个人给人留下固定印象，就算后来再怎么改，也很难磨灭别人对你的看法。就像弗赖，即使他说的是真话，但大家还是不愿意相信他。连最好的朋友班德也是如此，因为他失败者的形象已经在众人脑海里根深蒂固，所以他们宁愿相信他患病，也不愿意相信他有好运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拜拜。